你以为举世无双的谢晓峰是古龙笔下实力最强的高手吗？其实他只能排倒数第10，傅红雪。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和别人有点不一样，而且还带着悲惨的命运色彩。至于为什么叫红雪呢？就是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血色浸满了整块雪地，在出生的时候就赋予了为父亲报仇的使命，而他本来就拥有神刀无敌白天羽刀法，后面又学会了一部分天地交争阴阳大背负，并且他的武功就跟他的人生一样，不仅充满了苍凉，还有孤独和恨意，而且他还精通各种暗杀，甚至他的武功只是用来复仇的工具，并且他还是天下第一快刀。第9，丁鹏。他虽然属于魔教中人，但是他的武功造诣已经达到高深莫测的地步了，而他还从依赖圆月弯刀到放弃圆月弯刀这一步，使他的刀法迅速的飞升，还做到了手中无刀，心中有刀，人刀合一，甚至他的刀法已经达到了赞叹不已的地步。还在最后的时候，他使用木刀打败了手拿圆月弯刀的柳若松，但是他一直活在了谢晓峰的阴影中，最后两人也并没有真正的比过武，而是在意念中过招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还是挺强的。第8，逍遥侯。他是萧十一郎中的绝顶高手，甚至他的武功已经不仅仅是限于武侠了，而是带点修仙派武功的意思，并且武功大成的萧十一郎都成为不了他的对手。但由于逍遥侯害死了自己的妹妹，最后因为他妹妹的呼喊使其以为见了鬼，随后失足落下了悬崖，死于连城璧之手。第7，谢晓峰。他是三少爷的剑中的男主角，还是神剑山庄的三公子，而他的武学天资是非常高的，还可以说他是江湖中百年难遇的一个奇才。在谢晓峰5岁时他就开始练剑，而且在6岁的时候就可以写剑谱了，甚至在15岁时就把华山派第一剑客华少坤打败了。但是败给燕十三后，他就开始闭关藏剑炉，开始专注修炼了。而在出关后，他可以直接不使用剑，并且达到了弹指间便是剑气，由此可见他是非常厉害的。第6，燕南天。他是武林名动天下的一位大侠，他的武功不仅深不可测，而且剑术还入圣超凡，并且还可能达到了剑仙般的存在。而燕南天的武功虽然说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完全达不到巅峰的状态，直到他在恶人谷被废后才算真正开始破而后立，甚至还练成了惊骇世俗的嫁衣神功，还使其成为天下第一的高手。第5，快活王。他是武林外史中的反派角色，原名叫柴玉关，而他走的是伪君子的路线。自古以来呢，伪君子比真小人还要可怕好几倍，而且还更可恨。他甚至为了登上江湖第一的宝座，竟想出要把所有的武林高手全部给害死，所以他就用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无敌宝剑来当诱饵，后又在回焰峰设计击杀了非常多的武林高手。因快活王的武功集合百家所长，所以他的综合性是非常强的，但是最后快活王还是被沈浪打败了。由于沈浪的武功根本看不到上限，所以快活王给沈浪打败了，一点也不冤枉。第4，上官金鸿。虽然他最后是被小李飞刀所击败的，但是这完全不影响他的排名，因为从实力上来说，上官金鸿的确要强于李寻欢的。而他和李寻欢的对战之所以会失败，主要是因为他的好奇心犯了，就想看看小李飞刀到底有多快，因此他就试试可不可以躲过飞刀，但事实证明他躲不过小李飞刀，最后遗憾身死。并且李寻欢他自己也承认，如果不是上官金鸿作死，他自己不一定是上官金鸿的对手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。第3，水母音姬。她是神水宫的公主，而且在楚留香传奇系列她是最强的女性角色，并且她是在水中练成的深厚内功，还能坐在基永的水花上安如泰山。不但是她的轻功已达到登峰造极，而气功也一深不可测，并且石观音对其最为畏惧。而且楚留香可以说是古龙笔下轻功非常好的高手了，但是楚留香打了他47招，就连他的衣服都没碰到，最后还被他一掌直接把楚留香拍飞了。由此可见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。第2，西门吹雪。他是陆小凤传奇中的第一高手，而西门吹雪的性格比较孤僻，为人也非常孤傲。而在紫金对战时，西门吹雪输给了叶孤城，而且叶孤城也知道自己必死了，于是就甘愿败在西门吹雪的剑下，并且西门吹雪在对战后，他就立马感悟出更高层的剑法了，使其可以弃剑不用，让手中的剑化为无形，还可以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。由此可见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。第1，叶帝。他入榜的原因非常简单，第一个就是小说中有明确描写叶帝就是天下无敌的，第2就是叶帝的掌法，而且他的2个徒弟，一个是铁中堂，另一个是楚留香，他们的实力都十分的强的，并且在叶帝同时代有一个叫日后的与他同名，但是2个人明显不在一个级别，还完全是因为叶帝生性风流，不愿意跟一名女流之辈多做计较，但是他反被算计，由此可见他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